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熬夜，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。在上一集，我们用了14大问题来帮大家回顾了2021年你到底干了什么，帮助你理清了过去一年里面你犯下了哪一些错误，又蒙对了哪一些事情，而在过程当中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和线索。那么这一集 Part 2， 我就会用剩下的8道题来帮助你启开一个非凡的2022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开始吧。第15道问题，为了要让你的2022无比的美好，有哪5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停止、必须要结束的？它可以是你的一个坏习惯，一个有毒的酒肉朋友，一个拖泥带水的关系，又或者是一个恶劣的环境都可以，又或者是说迟睡早起、手瘾追剧，还是迟到已读不回的习惯，甚至是你自己的一些懦弱的行为，比如不敢拒绝别人，总是尝试想要拯救自甘堕落的人等等的。有些东西就像是拴住你的绳子一样，你必须要把它给砍掉，不让它持续的拉扯你的前进。因为如果你不把它们找出来，正视它们，结束掉的话，它就会继续影响着你的一整年，让你无法成长。就算有再好的目标，也会因为这些不良的事情受到影响。所以只要你不想要的，就下定决心，今天就把这5件事情给结束掉，开启新的一年吧。第16道问题，5个强而有力的习惯。习惯能够让事情变得更加的简单，习惯一旦培养成功并且自动运行起来之后，攻克困难的任务就会变得容易许多了，同时也会让我们更容易的达到目标。你可以想一想，有哪一些习惯是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好的，并且这些习惯可以帮助你停掉刚刚所提到的5件必须要结束的事情的。比如每周阅读1本书，每个月拍1部影片，还是写作一篇好的文章输出价值，还是什么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好的习惯。就像是我发现过去1年生活变得非常的混乱，所以给自己的一个习惯就是要每天规划自己的一天，早上就要明确好自己想要做的3到5件事情，不然的话我就发现自己一整天都会是非常混乱的。第17道问题，5本即将要阅读的书是什么？而且它们是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突破的。这5本书分别是什么呢？它们也可以是一个让你提升的课程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到也没有关系，可以先写下需要提升的具体领域，比如社交领域相关的书、短视频行销、心灵成长方面，或者是创业相关的。那如果写不出的话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成长读书会哦，在里面就收录了8大类别的书籍供你参考，目前已经积累超过80本的世界好书，让你不断的进阶自己各方面的能力，而且每周还会更新1本，让你每周多读1本书，距离成功更近1脚步。第18道问题，你想要别人给予你的3个称赞是什么？这也就是你心中真实想要的东西。而目前其中一个我最想要听到的赞赏便是：谢谢好夜，你启发了我，改变了我的生活。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赞赏，让我更有动力去生产更多有启发性的内容。好好的想一想，今年你想要听到让你可以最开心的赞赏是什么？那如果没的话，也可以想一想你想要得到的赞赏又是什么？这将会给你新的一年的目标带来许多的灵感。第19道问题，你今年的5到10个目标是什么？你会发现到，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回答前面的问题，那么这一道问题就难以得出答案，又或者是说你写出来的答案可能就没有那一种充满方向感、充满动力的感觉了，因为你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和线索把你今年的路线给绘制出来。而一个没有目标的人，就像是一块在大海的木头一样漂浮不定，一下子要那个，一下子看到这一个好，又要那个，被动的随波逐流。所以在这一步，你就要马上创造出你的目标，让你不再漂流，往自己想要抵达的目的地移动。同样的，在设定目标上面，5到10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合适的数字了。因为如果太多的话，就会变得无法聚焦，非常的散乱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，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焦虑，不懂要从哪里开始。所以千万不要超过10个。同样的，也不要太少。太少的话就会让你开始拖延，觉得很容易就不会去行动，会让你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。所以5到10个目标就是一个最佳的数字。第20道问题，每一个目标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很多人目标设得很厉害，但从来都没有完成过。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。通常他们设完目标之后就会感觉很开心，觉得写下目标就很像完成了一样，然后马上就打开 Netflix 来带着愉悦的心情继续追剧。目标很多，想得到又不想付出代价付出行动，那就是妄想。如果是想要开始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，做自媒体，
那么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每周写稿、拍摄、剪辑、上一个影片和观众互动等等的。打造自己部落格的话，那又是什么呢？每个目标都有一个代价，把这些代价给写出来，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要去完成哪一些事情，让自己的目标靠得越来越近。而这些要付出的代价，同样也会给你有更好的心理准备和心理韧性，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不会玻璃心，一敲就碎满地了。第21道问题，针对你设下的目标，5个可以马上行动的计划是什么？当你知道了自己的代价是什么之后，相信你也知道了自己需要付出的行动是什么了吧？想一想，有哪些行动是今天马上就可以去做的，又或者是这个星期马上就可以执行的计划是什么？然后就可以马上设定行程去完成。就比方说，我的目标是要把自己的企业自动化，把它给搞好，而我马上可以行动的计划就是等下晚上的时候去上2个小时的企业管理培训课程，就是那么的简单。当你开始有在为自己的目标去行动，这时候驱动力就会产生了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像越来越有效率，开始朝向你的目标越来越近。第22道问题，用一个关键词来成为你2022年的核心主题。你想要带着什么样的状态、生活方式去过你的2022年呢？你给自己设下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作为销售的你，可能你可以给自己设下的关键词是成交。那么在面对顾客的时候，你就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成交他，会用心的去准备销售台词，努力的去见顾客，不厌其烦的去服务他们，因为你的目的非常的明确，就是要成交、成交再成交，成为公司的 top sales。 再比如，我有一个朋友去年非常的低潮，所以新的一年他就给自己设下了开心这一个关键词，必须要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做每一件事情。买衣服的时候要开开心心，旅游度假也不再担心东担心西的，而是尽情的享受，尽情的体验。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和老板同事开会的时候都一定要带着开心的态度去工作。而我呢，在上一集就有提到需要超级自律，因为这1年下来就突然发现自己有一点代谢，生活开始变得混乱，所以从这1年开始，就从复原当中开始超级自律的冲刺，勇敢的面对所有的人事物，不喜欢无效率的就舍弃掉，开心的积极的就拼命的在一起。好了，就是今天好友和大家分享的22道题，来帮助你启开一个美好的2022年的年度影片。总而言之，透过反思，你才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看得清清楚楚，而唯有清楚了，你才可以为自己在追逐理想的过程当中绘制出清晰可行的路线图。希望今天的这2个影片可以帮助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年度目标，让你拥有一个充满动力、精彩无比、非凡的新一年。如果你觉得好业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想要获得更多有质量的知识和内容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们成长吧的免费电子报哦。我们将会不定期的送出更多深层的内容、使用的技巧到你的邮箱当中，链接就放在了下方资讯块里面了，马上就点击影片下方链接去索取吧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